我很难用简短的话来介绍他。陈行甲，他的身份太过丰富。1971年，陈行甲出生在湖北。40岁时，因为工作能力出色，被派到湖北省巴东县任县委书记。我只要发现了问题，我一定能够解决它。我怕的是什么？稀里糊涂。巴东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县，连续几年发生恶性群体事件，政治环境和黑恶势力盘根错节。我代表巴东50万人民，对那些在这个地方这么穷的地方，几十万一次呀单笔几十万收钱的这些王八蛋们，我代表50万巴东人民对他们表示愤怒。陈行甲在任5年间铁腕反腐，被他送进监狱的贪官和不法商人多达87人。收到死亡威胁时，他却说他已经给自己准备了第88口棺材，大不了同归于尽。第二个身份，网红。要经济发展，将来最大的出路还是要靠旅游。陈行甲手执巴东旅游的旗子，从3000米高空一跃而下。陈行甲还当过歌手，因为请不起明星，他自己站到话筒前录制献歌，宣传巴东。他在任期间，巴东县60%以上百姓脱贫。眼看仕途光明，陈行甲却辞官而去，转身投入公益，创立一家叫恒辉的公益基金会。在峡江的转弯处，别离歌都是陈行甲的自传体随笔，十分动人。我很想见见他。陈行甲老师，这个传说中的陈行甲，今天终于见到本尊的，我是特别开心。然后呢，为了跟您聊天，我把伊丽静也请来了。这位传说中的以这个犀利冷面见长的大女主，对，她看您的书跟我一样哭成狗。对，真的是。这个，对，你说说你什么情况？是因为我当时听你说你已经哭成了狗，而且在公共场合，他在飞机上。后来我在想说啊，至于吗？这周轶君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呢。然后我就回家继续看。我好在我在家我特意说，既然他那么说了，我还拿点纸巾放在旁边吧。真的抽了纸巾在旁边，哇！我当时是坐飞机的时候看的，我就说我这周围的人，我还忍着点，人家不知道我怎么了，你知道吗？就是太感人了，这个陈老师，您应该这样的反馈是不是听到很多？我这样，我特别喜欢被你们喜欢，我真的是，就是我的这个意外的成为一个书写者啊，就有多了这么一个人生的这样一个角色之后的话，其实我得到很多正反馈，这种温暖是非常激励我的。对于一个书写者来说，读者是一个书写者的最高的荣耀，但是你们的反馈让我尤其的喜悦。我是真的说，我也没有当面刻意恭维的这个意思。今天其实轶君给了我一个惊喜，来了之后才知道，哎呀，还有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我们这个3人谈，还有另外一个是伊丽静。你没觉得害怕吗？有人伊丽静来？我没有，我终于要见面了嘛！哎呀，就是那种感觉，就真的是，哎呀，这太好了。谢谢，我是被轶君和这个第一人称复述，还有陈行甲老师这几重的吸引力吸引我来到这儿。咱这是互夸局嘛？这个您刚才说我们俩读您的书有这样的反馈，就您很开心。其实有一个视频，您当时说给您最温暖的反馈的有一位这个读者，就是刘诗丽。对，当时有一位从河南阜阳来的建筑工人，对，然后他是业余时间专门去到您这儿签售现场，让您特别感动。您叫什么名字？我写上您的名字。不一样，您拿回去看吧。不是，这个书送给您，这书送给您的。我这样我这个后面写了我的电话号码。
你给我发信息啊？对，电话号码。他在工地上绑钢筋的、和水泥的，他在马驹桥，他一晚上20和25的这种住宿费，他都多半不住。只要天气好，他就住公园的长椅。他是因为他觉得他必须早上4点多起床，5点钟在马驹桥这，他才能够抢到那样的，一天能够挣那么200块钱左右的这样的日结工的这样的机会。工作不是固定工作，不是固定你得到那等着。就是过了6点多，过了6点多之后的话，你就很难再找到工作了。所以他就觉得一天也只睡那么几个小时不划算，他就心疼那个20块钱、25块钱的，下铺25块钱，上铺20块钱，人家心疼那种钱的人。那么他那一天呢，正好呢，他可能反正就是没有，就是没有去工作，就那天就没有等到工。但是这个人有读书的习惯，他在他的家乡就会逛图书馆，他在北京呢，他反正也无处可去，他也没有地方住，那所以你会看到他那个视频里面，他的背包好像有点大，因为那个背包里面有一床薄被子，他的家当就是他的全部的家当都在他的背包里面，他就来传说中间的北京的西单图书大厦，他是一个民办教师啊，他是个当年的民办教师啊，就几年民办教师之后，后来又回去务农，但后来出来打工。他是这么一个人。但是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您给他赠书，对吧？在封底关照他，您把自己手机号也写给人家了。对。我为什么就是注意到您给手机号这个事儿哈？就是因为在您的书里面，您当年在巴东县任县委书记的时候，对，您的手机号被公开了，对，然后受到了很多骚扰，说有一个人啊，就是他在开会。给他连打14个电话，为什么？他接了，说为什么？我就想知道这是不是你手机号，那没有什么别的事儿。然后早上打，夜里打的，就是完全是不堪其扰。对。您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竟然还能把自己的手机号写给一个陌生人。我其实啊，就是我们家庭的我们家庭有个梗，我们3个人的这个梗，就是你比傻根还傻。就说我是纯粹的天下无贼型的，我们会在某一种场合会突然冒出一句，我们就是那个台词，谁呀？谁是贼呀？站出来看看，就是那个王宝强很嚣张的，就是那个刘德华那个跟他提醒他有贼的时候，他干脆就说，贼啊，贼在那儿啊，就是那种，我爱人说的一句，只要人家敢说，你就敢信，就说我是这种人，我确实是这样，只要你敢说，我就敢信。刚才听到您这个故事的话，已经感受到您是相信的力量吗？按理说您应该是阅人无数，见过那么多人性，而且最恶的事儿你都见过。对，我真见过罪恶的人，我见过罪恶的人，我经过最糟糕的这种在地狱边上的场景，我经历过。但是正是因为我的不加甄别，只要你敢说，我就敢相信。正是因为我的这种比傻根还傻的相信，让我没有错过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我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好朋友，但会不会也迎来很多伤害呢？对，也会有一些伤害，但是确实没有很多。我现在我要客观的说，我已经54岁的人生了。我现在回望我的这个人生旅程的话，的确遇到过很恶的人，甚至最恶的人，我都遇到过，但是的确没有很多。关于当年遭遇的恶，陈新甲绝口不提。我只在他的书里看到只言片语。对方说，既然陈新甲想搞死我们也要搞死他，搞不死也要搞臭他。他的妻子也多次遭受死亡威胁，那时候甚至要在汽车上装这个排爆装置，这都生命攸关的事儿了，就不能用普通的坏来形容。是这样，这个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就不举例说明了啊。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我是渴望，真的是就用这个词，就是渴望。我渴望我的这个身份的认定翻篇儿，就是大家不要再记住我是一个基层的这个行政官员了啊。我觉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真的是我现在是个公益人，啊，那么我未来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更多的身份，就是更精彩的身份。这个您这么说，我觉得非常惊讶，就是他经历过的事儿就不能用叫什么的确很坏来形容了。就那个时候您当这个县委书记的时候，您有一句话不是说嘛，在一个这个采访当中说，您经历的事儿比任何看过的电视剧、电影都要更精彩。就是为什么我当时采访我的时候我会说那么一句话呢？当然一个是我辞职不久啊，我确实我说你们无论你是写小说、编电视、编电视剧，你都要有逻辑，你会有一条逻辑线来编。但是真实的啊，有些比较极端的坏，它没有逻辑，它就是坏。这就是您前面说的在地狱边上待过。对，对，好，所以呢，就是人生有一种宏大的公平，就是你只要拉长看，稍微拉长一点点，拉得更长一点点，啊，你会看到那就真的很公平。好，你就比方说，你看我遇到过，很坏的人，但是我也遇到过很好的人呢，遇到过更多的很好的人呢。对，确实，我看这个书的时候，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里面有很多苦难的东西，让人就是掉眼泪；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感动要掉眼泪，确实就是您说的美好的东西。对，这个力量也是非常长久的，而且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交织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说过去的事情就是翻篇儿哈，咱们都知道，您过去是贫困县巴东县的这个县委书记，在任时把87个贪官送进监狱啊。这个我特别好奇，就说到这儿的话，您刚才说到巴东的事情的时候，您就说一句话就略过，为什么您刚才前面说这个事情要翻篇？前面那个身份，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被深度绑定。因为被深度绑定，就是大家，我现在就这么说啊，我们在某个平台上面啊，就是你只要打上一个井号陈新甲，你会发现播放量是32亿。就是我的身份怎么就是被绑定？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当年我讲话的所有的视频，我全部放在网上。我当年当县委书记，我废除了一个文种。就是叫县委通报，就专门发县委书记讲话的。我当时想，我讲都讲过了，你们这些书记、镇长、局长、主任，你们在下面都听过了，为什么我还在印一遍文件来发给你们再学习？不，我就这样按照密集管理规定，除了涉密的不能上网的以外，我讲话的所有的文字、所有的视频上网，让老百姓看，让老百姓来监督我，也监督你们到底做到没有。所以我有这样一个这是创举。当年的14年前的创举，但是这就留下一个后遗症。我有大量的我当年的讲话活动的视频都在网上，所以现在就被很多人就各种剪辑了之后啊，发现你看这个32亿这个流量是怎么来的？所以你看一说起陈新甲，就被固定了，这个形象就被固定了。哦，那是个愤怒的官员。其实我哪里愤怒了？我偶尔愤怒那么一丢丢，我99.999999，我是一个很 easy going 的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第4个就是管投标人，你来串标围标，你来确保中标，确保你发财，是吧？对不起，你搞不成啊！管投标人，最后是管标后监管。100万的工程，我先招了标再说，最后我来再加工程量嘛。100万的工程，最后结算200万，1000万最后结算成1500万，啊！不要想这些没事儿啊！制度上管死。您在意的是这个评价吗？我不在意，我不是在意这个评价，就是我不想，就说被固化。熟悉我的、不熟悉我的朋友，我都希望你们既然我们是朋友，我希望你们认识、知道真正的我。那个不是真正的您吗？那不是真正的我，那是一个极偶尔的一个极小阶段的那么一个小切片，就是大家不要放大那个切片，就说一个愤怒的这样一个官员的形象，不是的。在我看来，你说，不是，在我看来，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之举，因为在那个时候，您作为一个虽然看上去是做官有权，对吧？但是您还是一个孤身作战，
那么面对那么多的恶意的势力，您能做的，我在想，其实是一个非常战略选择。我最大的力量和靠山是人民群众，好漂亮，对吧？我就上网，就大家都公开，群众的声音就能盖过，就是您最好的一个办法。所以我是不是能够理解，从那个时候开始，您也知道，就是说您的很多力量是来自于人群的。来自于大家对一个对的事情、对一个正义的事情、慈悲的事情的一种支持。对对对。当年的贫困县巴东，全县有1/6人口是因病致贫。最极端的一例是，5岁的孩子患了白血病，爷爷想把自己的安葬费省出来给孩子治疗，选择了跳天坑自杀。这件事深深刺痛了陈新甲，他投身公益第一件事就是以儿童白血病为试点，联合社会力量，系统性探索因病致贫的解决方法。截至2024年底，项目已经支持和服务了440多名患儿。2023年，陈新甲看到消息，某城市5天时间里竟有7个孩子自杀，跳楼、跳河、服药，孩子们义无反顾的自戕，让陈新甲无比痛心。他启动知更鸟项目，预防、识别、早期干预青少年心理抑郁问题，把孩子们从绝望的边缘拉回来。2020年的武汉，一线医务工作者牺牲在岗位上，一名女医护人员牺牲时年仅29岁，她的孩子才2岁多。得知此事，陈新甲失声痛哭。陈新甲启动传心计划，为抗疫英雄的子女提供长期成长陪伴，资助他们直到22岁。读书带我去山外边的海公益夏令营，带领偏远地区孩子们走出山区，点燃他们心中的火苗。翻篇了，您做公益事业，您说希望解决社会上的一些就是说因病致贫这么样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你看这2个字病和贫，我一听这2个字，我的天，就是有哪怕其中一个字它都是苦难的深渊。是的是的。一个人如果他出于一种自由选择啊，不管性格怎么样，我都觉得大家都会觉得我想避开那个苦难。对吧？虽然我们心中也很想就有善良有正义感，想帮助别人，可是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您这样。这个是怎么做到？就是你已经经历过这么恶、贪婪、丑恶这种种这个，然后你不避那个东西，病和贫这些苦难，你还往里跳。好，我就说，其实啊，这个如果说责任叙事、做使命叙事啊，如果这么讲的话，可能把它讲大了，啊。我自己从小在山区农村出生长大，我对底层的苦难其实我有很好的感知的能力，这源于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哎呀，他们很多人说，就说这个记者采访我的记者，很多同学就说，哎，说我几乎是他们看到过的眼窝子最浅的男人，就动不动就会流眼泪啊。我说这个可不是一个好词儿，你知道吗？这对我说这可不是一个好词儿。我其实试图改来着，我试图克服。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克服不了，我真的我跟你讲，我儿子曾经给我开过一句玩笑，他你搞成一个男版琼瑶就不好了，他觉得你应该矜持，应该克制，就说都是要矜持要克制。我还被有一个记者写了一个叫什么这个爱哭的县委书记，我天，他这个标题，他这也是标题党啊。现在看来应该不是标题党，应该是客观陈述吧。对，其实也确实是啊。那么。后来我跟我儿子共同讨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就说，它是刻在我基因里面的。就说，我母亲就是。我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我母亲虽然是个半文盲，啊，就没读什么书，但是我儿子说，奶奶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你看他那么小的时候，他跟我讲故事。讲他的童年，讲他小时候差点被溺毙，然后是因为一个算命先生说了，这个跟外公外婆说，这姑娘啊，你好好养着，她将来是贵人之母，她才被养下来，否则就会扔在桶子里面，就是。所以你看，我小时候，我母亲就跟我讲，
佳儿，妈要感谢你。哎，你是妈的贵人，因为你我才活下来的。他这是非常伟大的教育家，他并不是在拿这个来捆绑孩子，来约束孩子，来教育孩子，而是他真的就是在心灵里面跟孩子交流，他真的笃信他的儿子是贵人，就是他生命中的贵人，就这个中间，这是一个，这是我的母亲呢，眼窝就非常浅，但是。你千万别以为我母亲是那种凄凄惨惨那种那种悲悲戚戚的那种农村妇女，不是这样的，而是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间，我经常会想起一个画面，会记起一个画面。我放学回去了，我的母亲要么在剁猪草，要么在扫院子，要么在扭包谷，要么在整理柴禾，反正就是做什么事，她手里东西也没有停下来。但我母亲就有这样一种能力，就是村里面的要么是一个被婆婆欺负了的儿媳，要么是妯娌打架之后面上还带着血的那样的一个嫂子要么是被丈夫丑了或者家暴了的这么一个老婆，反正就等等嘛，或者还就是一个大姑娘有遇到什么样的委屈了，来跟我的母亲说。我的母亲就是个极好的倾听者，就是说来跟母亲说的那个人哭着说，然后我母亲也跟着哭，就也流着眼泪听他。但我母亲手里面其实活她并没停，农村的妇女其实不允许你把手里的活停下来的，但是我母亲有这种能力，这是天赋，这是基因。所以感受得到苦难，听得懂别人的故事，愿意蹲下来去听别人的故事，就是其实这是我的基因，这是我从我母亲那儿遗传下来的。就这种共情特别高的共情能力，我感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读一个东西或者要被感动的时候，其实就是心里有一块地方被触动了。对。那您那块地方好像比我们更浅表层一些，就是特别容易触到那个地方。是的，是不是这个感觉？是的，对，但您说的是浅表层一点。对，所以您刚才说到这种共情能力，我就在想，我有时候我没见您之前我想象当中的一个样子，那个形象不是一个人。就是您老是跟人群在一起，就我刚才说的那种分享生命的那种感觉您老能感受到别人的这种感受，它不会消耗吗？对，它不消耗。因为作为比如说我这种普通人来说的话，我是无法承受这种的。丽姬，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不怕消耗吗？没有，其实我没有消耗感，恰恰相反，就我觉得这是我可能就是我为什么我特别适合做公益。就这一点，你看嘛，我在儿童癌症病房里面去陪床，有很多人其实说实话是陪不下来的，承受不了，是承受不了的医院的那样一个环境。你看，其实我有更充分的理由我承受不了，因为我在近20年里面，我3个至亲都是癌症去世，我的母亲马上快离开我20年了。我的岳父13年前，我的岳母3年前，都是癌症离世，而且他们患癌症的这个过程中间，都是长达几年，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备受折磨。我们人身心都备受折磨，都是在医院里面，都是在癌症病房里面。所以说，按说其实我是有可能有 PTSD 的，我还好，我完全没有。我到那个环境里面去，其实有一种恰恰相反的感觉，我有一种被赋能的感觉。哪怕一丁一点的看着这些患儿的好转，看着这些家属的眉毛稍微舒展一点，你看我们服务过的家属，一个是资金上我们完全兜底了，然后我们提供全人全过程的医务社工的服务，从疾病的科普、心理的关怀、营养的照护、学业的支持然后给孩子们异地就医，给他们提供住的地方，提供他们免费做饭的这个地方，是吧？等等等等，这是全人全过程，包括多数患者，我们服务了600多名孩子了，这些癌症患儿85%以上是活着回来的，让他们回到学校，回到家庭，他们生活中间他们疾病的预后的管理，我们仍然会持续的关怀，然后极少数的这些孩子会离开人世。我们不是简单的说一句请节哀顺变，该如何节哀又怎样顺变，我们在
提供这样的哀伤辅导的服务。我们在甘肃建了整个中国西部第一个儿童临终关怀的病房，就是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全人全过程是沉浸式的进去做。这是我觉得我特别有动力、有能量，一直要把这样的事情做下去，把这样项目很深入下去的一个原因是，我去到那里，我感觉到我被祝福。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您觉得可以在这个中间其实还能得到祝福，或者换句话说，您可以获得能量，会不会是您是有拯救者的这种？您觉得是您在做一个拯救者，这个会给您能量吗？不是，给我能量的不是拯救者这个身份。我一直在强调，让我的公益伙伴们强调，就是要突破苦难叙事，突破救苦救难的叙事。我们救苦救难我们也救了，然后呢，但是我们在做的这样一场庞大的社会实验，探索因病致贫的规律性的社会解决办法的这样一个社会实验的这中间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当成拯救者的身份。所以像叶勋老师还是我的阅捐人，但是你们都会注意到我的那个阅捐报告里面，你看你们发现没有，我们没有一个救助对象这个说法，我们都是叫服务对象。我们这儿我就没有救助，而只有服务。所以呢，就说拯救者这个身份呢，其实他往往他背后站在心理的基础是道德叙事。我站在道德的高地，甚至有优越感。有优越感，我在拯救你，是吧？你没有，我给你，你受苦，我来救你。其实这个呢，这其实是会消耗能量的。我现在告诉你。拯救者的角色，拯救者的这个身份是会消耗能量的。是您怎么知道？您感受过，或者您站在过那个位置上吗？我感受过。你打个比方说，好，我们讲《别离歌》中间第一个故事，这个阿亮的父亲。所以为什么我的小伙伴们，我最后是怎么来辅导他走出来的？阿亮是一个白血病患儿，只有7岁。治疗过程中，爸爸跑了，只有妈妈一个人陪护。这家人经济困难。治疗费难以负担。有一天，阿亮的妈妈说，孩子嘴上溃疡，需要出去买药，就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恒辉基金会收到医院求助，迅速行动起来。几经周折，志愿者把阿亮的爸爸找了回来，但他并不关心孩子的病情，只是一味要求志愿者去把欠医院的费用补上，还说，你们基金会那么大，难道10万8万都拿不出来吗？这让志愿者非常难过。好，我的小伙伴在前线，他就非常受伤。就说我们这么辛苦首先你自己的孩子你抛弃了，我们把孩子一直这样救护了，我们把你找回来，我们这样希望一起来研究这样来怎么拯救孩子，你没有感激，然后呢，其实他不仅仅是不领情。他还有点讹上你了那个意思。而且我们小伙伴，我记得他当时他这个录音我往去听了，他跟他的爸爸他说这么一句话，你这么说我无法理解，我们都是人就是好，我的小伙伴把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他下来到楼下来跟我打电话的时候，那已经有点语无伦次好，我们把它撤下来，然后我们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把它做完，做完之后，后来我们当然也请心理专家，我们一起来做心理辅导的赋能。但是我觉得真正帮他跨过这个坎的是我，跟他讲清楚了、捋清楚了这条线。为什么你会受伤？你为什么会受伤？因为你想要得到感恩。对，而是因为你心里面你是在一个帮助者、拯救者的角色然后呢，所以他如果不领情的时候，那你就会很受伤。是吧？因为既然你是拯救者的角色，你在心里面站在道德高地上的那种自我感觉的话呢，那你一定心里面在潜意识里面怀了一个预期，就是得到对方的感谢、感激，是吧？至少是认可，至少是认可。但是要认可也不过分。就是你甚至你不领情，你还反咬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自己就会崩溃。你说是吧？这我有没有搞错？是吧？你这个东西，这就是拯救者，会消耗你。我很想知道。您有过这样的一个站位错的这种经历吗？您有站错过这样的位置上吗？或者说您站过这样的位置上吗？好，我告诉你，我过去站过，
所以您会有这样的感受，可以感同身受他此时怎么了。对，我过去站过，好，所以你好打比方说啊，我任县委书记的头1年，那我们就发现，我作为县委书记，我无论做什么，老百姓都不领情，在互联网上就是铺天盖地的骂声，啊。因为信任已经被破坏了，就是您当时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对呀，对，就我在我内心里面我就很困惑啊，我这么拼尽全力，这么努力，想为你们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完全不被理解。你说的多么正面的话，你多么正面的努力啊，你多么卖力的要走向他们，但是被冷冰冰的拒绝，甚至被冷冰冰的骂。我在再见我的巴东时，我特别中间有一段感谢了几个人，感谢虫子。感谢小芝芝，感谢石头会说话，感谢你们这些年。其实这些，其实最开始我后来就心里过了那一关了。这些人就是在互联网上坚持骂了我这么多年的人，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他都会骂，但其实他只是普通的巴东的一个老百姓而已啊。但是后来在我执政的后期，他们就基本上不骂我了啊，因为他们也看到变化了，他们也知道我不是在装，哎，我是真的在走到他们中间去，是吧？但是，所以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在内心里面我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心理建设。那么我决定投身公益人生的时候，我决定做公益事业的时候，首先我在内心里面就很清晰的知道了，我不是一个拯救者。如果你要去做这样的道德叙事，站在道德高地上面去感动自我，去自嗨啊，去讲好穷人的苦难，去博得富人的同情，然后让富人来给钱过你的手，去跟穷人付医疗费、付学费、付生活费，然后一起拉着穷人一起照张相，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你这就是帮着有钱人秀道德，这很不道德，不能这样做。首先我想的我就不是要做的这样的公益的。这伊丽静在问您那个问题，就是说团队里面有人会受创伤，您没有这个感受哈？就是其实我们俩其实想感觉就是说替大家问一句，您是特殊材料做的吗？就有点这个感觉。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就是分享一个感受哈，就在跟您对话之前呢，我们这个节目之前采访过珍妮古道尔，就您知道吗？那个就是那个动物学家。对。我当时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呢300多天都在飞，去往不同的地方给大家做演讲。对。他已经90岁了啊。我就问他，我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吧？你在哪儿？你其实上网去直播跟大家对话也可以，为什么你老要飞到现场？多累啊！他跟我说一个感受，他说我需要去现场也感受其他人给我的力量。哎呀 ，exactly， 是不是这个感觉？我明白了，你们是这样的人，就是说你要在人群当中得到一个反馈，给你们一个赋能的。然后还有一个人说一个就讲公益事业啊，就是说他不管是大的小的事情，他说这个事情的核心在于你开始呢，实际上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参与，它的核心是要发动更多的人参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施与受其实是一件事儿，不是说我施于你，我帮了你，而是这个施和受其实是同一件事儿，是不是这样的感觉？义军，你这个其实你梳理的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借他的梳理，我顺着来就回答立新刚才这个问题。真正的公益慈善走到更深一层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漫长的一生中间都会遇到困难，有的人呢比较幸运，这困难比较小，或者就一风而过；有的人他遇到的困难会很大，有的会大到他一个人很难撑下来，甚至他自己一个家庭也都很难撑下来。这个时候，我们职业做公益慈善的人，我们去到他的身边，去陪伴他一段时间，去陪伴他走过他们人生中间那个特别灰暗的那样一段日子。我们就从物伤其类的角度来说，人之为人的那种共情、那种感受来说，你看到了他的那个枯槁的面容背后生命的珍贵。然后你走到他身边去陪伴他，你和他一起来分享你们彼此生命中间最真实的部分，然后走过这一程之后，你就会感受到你祝福了他，更深的你被他祝福。
这是真正的公益慈善。就说一定要到这样一个层面之后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是零消耗的，你一定在这个层面上零消耗。所以我就这么跟你讲吧，我曾经公益伙伴中间啊，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就是他后来离开了，他跟了我们这3年多之后，他离开了，他离开我没有强留，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没有跟我说，他跟另外一个伙伴说的，后来我就也知道了。我知道这个状态之后，我就说那就任其自然，而且我也帮他找下一份工作，是因为他和那伙伴们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他发现他结婚之后啊，好几年都怀不上孩子，他就觉得他说可能是跟我老是要去医院呐、去癌症病房啊，跟这些孩子在一起啊，还是沾染了一些，他没有说晦气，他说的沾染了一些什么气息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就是哪怕他已经就是说自己心理上能够，就是说好像能够调试啊，能够面对啊这样的场面，能够完成我们这样的啊工作，但是他内心里面这个潜意识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认知，好，我就知道。这就是只能陪我们走一段的人了，啊，所以我要放他走，啊，他在这里面，那他就还有消耗，哪怕不多，这也是消耗。那如果像我讲的是那样一种状态的话，就没有消耗了，你就只有赋能。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就是需要别人就这种祝福赋能，就是您身上会缺什么吗？所以会需要别人这种赋能吗？你问到一个好的问题，其实。我身上到底缺什么？我为什么我要去找这种感觉，我才活得下去，或者说我才能更好的活下去？就我到底缺什么？我就是因为缺了什么。我问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针对您，我觉得我们其实每一个人，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一些事情，有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能量特别大，而是确实是我们缺什么，我们在找一个东西。对，就找一个东西推着我们再往前够，往前找。对。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听到您有时候会说一个词儿，说使命感。对。我理解这个词是什么呢？我说先有使命感，可能才有使命。这个使命感是你觉得有一个东西，但是你也不清楚它具体附着在一个什么事情上，可能到后来你才找到了这件事情我要去做，但这个使命感好像是一种说不清楚的，它就在那里的一个感觉，你得要往前走。我其实挺想回过去说说刚才您说到这个阿亮的故事。对，在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个妈妈是一个坏妈妈，对，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这是遗弃罪。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后来那个反转，就是你们介入之后，整个这个反转，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超乎我们平常能够理解的东西。对。离开1周后，阿亮的妈妈终于出现了，她看上去十分憔悴，很明显，这些天她也备受折磨。她对志愿者表示感谢，神情中满是愧疚。尽管努力施救，但最终阿亮还是走了。一位女性志愿者在事后难过地哭起来。她说她难过的不光是孩子的离世，更是因为得知阿亮的妈妈在借不到钱走投无路的时候，曾经去做过一次性工作者。陈新甲在书中写道，他认为这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是一位母亲在绝境中为孩子命运所做的殊死抗争，不容被指责。就说结论吧，就是这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就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对，我们只能这么说。就说我们不是完全，我们不是原谅了她，我觉得是她原谅了我们，她原谅了社会，所以非常伟大的妈妈。只能这么说吧，就是不好意思。你们谁有纸巾吗？我这个。不好意思，我今天没有，是我不好意思把您弄哭。好吧，这是这个说着，好，这个
对，我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做公益慈善的这样的，要突破传统的救苦救难，我们要试着去编织一个社会支持体系，去兜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其实你可能在茫茫人海里面好像也不多，是吧？这么就是苦到极致、难到极致的这样的人，好像也只是个例。但是说实话，一个社会的文明的高度，可不就是把那个最极端的、最苦难的个例能够兜住吗？那才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标志吗？难道你说这个社会文明的标志是有钱人多么有钱，那是发明创造有多么极致的能够引领未来？那是一方面，但是真正一个社会的文明的高度，其实是最后的那个底线，你到底有多高，是吧？就是那种就是最极致的苦难的人群被照护的有多好，就是能够让这些特别弱的人，其实他也不会表达，你发现没有？他但凡会表达，他不会走到那一步，把孩子遗弃的，是吧？就是他那种连呻吟声都发不出来，你别说求助了，这样的人。您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不解吗？比如说，一个母亲，然后会遗弃绝症的孩子，您在这个过程中有过不解吗？有过呀，但是我后来理解了。有过埋怨吗？没有，当时说实话，从最开始我其实最开始遇到像这样的情况，当然是非常的恼火的。小朋友们就当时就马上说这是遗弃罪我们找律师去告知。你看，我第一时间就是我是阻止的，我知道他一定是遇到了很难的事情，我要去请他回来，召唤他回来。但事实上，说实话，我觉得最后与其是我们把他找回来的，其实是他自己回来的。我觉得可能他的儿子母子连心他的儿子在病床上的呼喊，他也能听到，至少他是能感受到的。你看，我过了几天回来看到他的时候，面无血色，我可能那几天肯定他都是没有睡觉的，就那个状态，是吧？所以我没有。我没有埋怨，人不到万不得已，那个万不得已不会这样，所以一定是要找到他，要听他说。比如说，我们看到您的朋友对您的评价，上大学的时候都是一个特别阳光、特别乐观的人等等，一直这样吗？其实重大的转变，我说如果说最重大的转变，只说一个，当然人会经历很多的转变我的人生很多选择的路口，大家会看出来，会觉得说我稍微有点特立独行说警察的裤子格外一条筋，你知道吧？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警察的裤子是旁边有一条筋的就是格外一条筋嘛。但是你要问到最重要的这个转折，如果只说一个的话，那一定是我患了重度抑郁症。就是我患抑郁症之前和抑郁症康复之后是两个人，我重生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理解到了佛教里面的一个词，那两个字儿是什么意思，就叫涅槃。就是我真的见过地狱的样子的，我知道那是什么样子。就是在重度抑郁之后，我是住过精神病医院的人，别把你吓着我们换一个名词叫精神卫生中心吧这样中性一点，这样好一点对，我现在发现有很多朋友，你看会哪怕在交谈中间都会避讳这个词病耻感，就是病耻感是的，对，是的。您在那里面有一个非常细节的这个描述，说他当时重度抑郁症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在一个毛玻璃房子里面，就是看似透明，但它出不去，而且越来越窄。我当时对那个描写印象特别深刻，我能感受到那种压抑的感觉。对，其实当时我是有这种感觉，因为连续几个月完全无法睡觉了，睡不着觉了，但是我就只能吃安眠药睡。但是后来就有一天发现吃了安眠药也不能睡了。但是就一直这么苦熬生熬到凌晨5点多的时候，天蒙蒙亮的时候，终于眯着了一会儿。
那一眯着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梦境，就梦见自己在一个毛玻璃，四面都是毛玻璃的房子，只有大概里面有1米见方，我基本上还勉强转身到现在都不能转的那种感觉。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的话，那就是个棺材的模样啊！你想嘛，那可不就是吗？他就这么，你是不是？但是我说这种是很命运的奇妙之处。但是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宣扬迷信啊，这我觉得跟迷信无关。因为那我讲的只是我的真实的这个，就是就是那一刻，我就清晰地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就是轻轻的脚步声。然后呢，有人轻轻地在外面敲门，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的门在哪里，就这种敲门的声音，就是我母亲的声音。我母亲喊着我的乳名，嘉儿，嘉儿出来，嘉儿听话出来，嘉儿听话出来。我一下就醒了，浑身是汗，大汗淋漓。哎呀，其实我是在那个时刻那会儿啊，就浑身就是完全真的几乎四肢无力。但是我稍微镇定了一下，那个时候在床头把手机摸到，给我的爱人打电话，因为那个我爱人在500公里之外，啊，我在异地，我2、3个月都没回家了，啊，我那个时候因为我又怕他担心，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不跟他说。哎呀，但那一刻我决定我要打电话，我说我病了，他说霞我病了。求救，求救。我就在想说，那比如说，您母亲的离去，您会觉得生命中有了一个洞吗？当然，所以我跟你讲，我的抑郁跟这有关，但是我确实跟生活中也遭受了很多的这种当时的这些一些压力，可能是难以承受之重啊，就可能让我那个，但是呢，你看。我母亲走了之后的那个巨大的那个洞一直没填上，那其实那也是它是一个引子，它是一个引子。所以你看我在最难的时候，我在陷入最深渊的时候，你看我会感受到母亲。其实她已经远在天堂，但是我能听到她的声音是如此的清晰，是如此的真切。她走过来的脚步声我都能够听到，包括我决定去住院的时候。就是我跟着我爱人一打电话，我爱人就说：“那你马上回来啊！”他说：“秦家别怕，马上回来。”然后放下一切，马上回来。我司机把我送回来到楼下的时候，我爱人就在楼下就等着我了。所以我就说：“啊，秦家，他看到那种，他面带喜悦，对面孔中我就说：“啊，秦家回到家就好了，什么都好了。”但其实我已经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了。我爱人现在后来讲，他说他判断我病得非常严重，只有一个指标。就是那个时候，我的儿子读初3，他说我要出去，你在家里面去招呼一下儿子。结果他回来之后发现，我跟儿子之间彼此无话，我没有跟儿子说话。他就知道我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了。因为我跟我的儿子在一起，儿子是我的命啊，就是那种我们在一起怎么会没有话呢？我们2个人在我和儿子同处在一个空间里面，怎么可能是没有话的呢？啊，我爱人就知道我已经非常严重了。我就已经魂不附体了，所以我就决定去住院嘛。但是住院我就是当时那一个接待我的医生，可能我比较就是不幸运，就是那个医生说实话啊不专业。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在听我说话的时候，他直接还没听到3分钟，他就这么眼睛这么看着我，真的是我没有模仿错，他就是这个，我印象很深，就是他说。好了，你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这样啊，我先写个病历，你先去住院吧，先办住院手续吧。好，我觉得就凭这一个眼神，我当时就彻底绝望了，我就彻底崩溃了，我就知道，这个医生他绝对治不好我的病，反正我在内心里面我就有这种认知的。哎呀，当时我就没有去办那个入院手续，我就直接站在走廊上跟我的爱人打电话，我说这个医院不行，我说我这个医生，我觉得我这个真的是他的看我的眼神让我崩溃，我觉得他治不好我，我说我要回来。我的爱人就马上说，他说我已经做好的工作，你去的时候我就已经晚上都查好了，你马上到江苏去，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神卫生中心，你马上出发，连夜赶过去，不要停，连夜赶过去。哎呀，精疲力尽啊！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是精疲力尽，就是人就是那种完全，就是人是一个漂浮的状态。我觉得我的灵魂、我的心灵、我的一切都不在我的身体里面，
就是那种状态，就是那种已经完全是有你的状态。我们到那个医院，到那个医院终于住下的时候，我跟爱人打电话，我就说，因为爱人要求的嘛，说到了这一定要打电话嘛，安顿好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哎呀，我已经到了啊，我到了住下了。我爱人就是那种充满喜悦的表情，充满喜悦的声音，就说啊，行家太好了，我这会儿我正在往江边走啊，我这会儿呢，我刚也买好东西，我这会儿就去江边跟奶奶烧纸，然后我明天一早就飞过来了。非常喜悦的声音，我这会儿我马上我去跟奶奶烧纸，就说我放下电话之后嚎啕大哭，就是嚎啕大哭，但是那一刻其实是我需要的，那个时候啊，霞是我生命中间的现实中间的稻草，我精神上的最后那一根稻草就是我在天堂里面的母亲了。但是你看他这么他就能抓住我，所以您也很幸运，很幸运，我很幸运，所以我幸运，就是我生命中间，其实我的母亲不在了，我还有爱人，是吧？如果是很重大的转折，那么我真的是经过了那样一场这个重病之后，然后在康复之后，我觉得我完成了一次蜕变，我蜕了一层皮。您在蜕皮之前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您用几个词形容自己？其实这个中间，你说您是要想说，如果说形容那个前后的比较的差别的话，我还真的不太好找。但是我只是想跟您说的是，或者不用差别呢？好，那不用差别，那不用差别就是简单，但是呢，就是简单，就是你敢说我就敢信。现在不也是吗？就现在我也敢说，我也是这样。你敢信？就是我现在还是这样，我过去也还是那样。但是不一样。我过去但是不一样了，就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经历了一个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过程之后，我现在还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所以这个就是没能杀死你的，就让你变得更加强大。对，是这感觉。对，是的。您刚才说到您爱人了，就是咱们说点轻松点的，就是我确实觉得您跟您爱人的故事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大一您就喜欢他，你们俩都是在湖北大学，对，但是一直不敢表白。对。然后呢，一直到大四是吧？大三、大四，然后大家彼此有一些情感。对。就是为什么一直不敢表白呢？就大一就喜欢了，就是一直不敢表白，是个怎么回事？那其实是不敢。那其实是因为自己内心里面深深的那种山村孩子的自卑，那种，就是不敢，就是我觉得跟他隔着一个阶级，就是望着他的背影，都炫目，就是那种感觉。你想，你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那是1.56米，然后呢，我在高一那一年突然长成1.74米，我现在也才1.75米，那么我现在140斤体重。我上大学的时候114斤，就大家你想想，我也是这么高，114斤，你看我的瘦成什么样？你看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山区农村，我是饿过饭的人呢。你能看到吗？你看我的胳膊很细，那样就这么钓鱼竿，在城市里面去，第一次我考上大学才第一次离开我的县城去要2天2夜啊。他是大城市长大的，然后学习成绩又很好然后又是学生干部。然后家学渊源，各种情况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就真的是就是这么说，就是这么说不敢，你潜意识里面喜欢他，你都不敢说你喜欢他，你配得上喜欢人家吗？其实内心里还是这种感觉。我能问问，就是一个人是怎么能后来克服这个自卑是怎么走出来的呢？那我讲我个人的个例，爱情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是非常神奇的东西。我讲我个人的个例就是我爱人帮我走出来的。因为大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总是女生坐前排，男生坐后面，
啊，那个女生总是听课比较认真，男生稍微拉胯一点儿。但是那堂课，哎，比较无聊，我估计他也是觉得那堂课不这么重要，所以也没那么积极到前排去占座，所以也是踩着铃声进来的，所以就就近就坐到了我的旁边。然后下课的时候，就给了我一张这么大吧条子，条子上面就是一首诗。他那个诗呢就说，他说陈一甲，哎呀，这个课实在很无聊。我刚才看到这么一杂志，我们那个时候是《读者》和《青年文摘》，那个是统治我们校园的时代。这首诗很好，我抄了一首诗，因为他是童子功，6岁就开始临帖练书法的。他的书法，他的写字好是书法家那种级别的好，人家是在中国书法家协会考了证的，考了资质的这种书法家。哎，他平时可能是有，确实也是有练笔的习惯。好，他就写的钢笔字念的写叫有一种缘分，啊，给我的。哎，就是我一看到这首诗，一看到这个题目，啊，这个有一种缘分使人渴望，有一种思念不可企及，哎，有一种感觉天长地久，是吧？就是好，我一看这个，反正呢，他顺手递给我，反正也没有跟我多寒暄说几句话，走出教室就各自就回去了。但反正我当天晚上是彻夜不眠，我完全睡不着觉啊。好，就是我就把这首诗反复看了很多遍。我第2天上午就逃课，我就决定逃课，我就到图书馆去，我要安安静静的找一个角落，我来写我人生中间的第一封给我爱人的信，给他的情书。其实哪儿敢啊，我就是要调动我全身的智慧和才华，我那点可怜的才华，那个时候有没有 AI， 是吧？我就是我的对诗歌的理解，拼尽全力的写，真挚的那种心声呐，就是我对这首诗，我多么的喜爱呀！其实那是我才第一次读到啊。然后呢，绞尽脑汁夸他的字写得好，就是这样。反正，哎，写了之后第1遍觉得不够满意，撕了之后又重抄了之后又重，反正很工工整整，也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字写好。然后在下课的时候，假装走到他身边，无意的哎又递给他，啊，哎就是，哎，这么一个啊，他说哎看到这个东西，他也没有觉得很意外啊，就说啊好，哎我说你昨天递我的这首诗，我觉得写的不错哟，我说你看我写了一点这个读后感啊，就给他了，好就拿着就完了。然后从那过后呢，好像彼此也没有什么那个，但是那总之是一个起点，但后面就慢慢的就有点话说。我慢慢的在放学的路上，在打水的路上，在吃饭的路上，在操场上，哎，我就会发现那个时候我是校排球队的。工体排球队的这个成员了，我是数学区排球队绝对的主力。哎，我有一次就是偶然的发现，哎呀，在旁边就是我扣了一个好球之后，在旁边啊跳起来鼓掌的中间有他，哎，这个中间慢慢的也是有找到这种感觉了。然后那个时候，反正我们的故事大概就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告诉你，重点在后面。结婚20周年的时候，我精心的找了20张照片，就是我们这结婚这20年来，反正第1页就是今年的。然后再翻开1页是去年的，什么都一直翻到最后1年，最后1页的就是我们结婚的那张照片，在封3，我就把他当年给我送的那张纸条子，就是拍照之后印在这个上面。啊，精心的选择在那个就是我的结婚纪念日那天寄到他手上，所以他，哎。收到那个时候当然是非常高兴的。那么晚上给我打电话时就特别喜悦，哎呀，就是像开水开了冒泡，你根本盖都盖不住的那种喜悦啊。好，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高兴吗？他高兴。我说你看到我的那个设计了吗？我最后的封3那个地方。他说我看到了。他说那有什么含义吗？我说我其实想告诉我的儿子，甚至将来告诉我们的儿孙。铁证如山，当年是你先给我递的条子。然后你知道我爱人的反应是什么？我爱人说什么呀？当年就是那个课堂太无聊了，随手写了抄了这么一首诗，
然后随手分享给你，因为你坐在我身边儿，然后看你平时还写着酸腐诗句啊，还是校园文学社的什么东西，就随手分享给你，自己想多了。但是特别幸福，特别幸福。是的，是的。当然，您可以大大的凡尔赛。但是你觉得今天的大学生啊等等，他们不谈恋爱了，因为什么呢？就是说，表达拒绝等等成本太高了。就是如果我不能知道这个结果，我为什么要去付出呢？就您能理解吗？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是不是一个人如果能够得到一个他重视的人的爱，其实爱是一种认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这么理解？是的，是的，是的。爱是一个对一个自我的认可。就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有的人失恋啊，他就特别的绝望；有的人要就走上很极端的这种道路，就是因为是不是那种认可没有了，就。他爱的就是他认可的那个人不认可他，他的自我认可，我不知道，我没有这样的这个心理分析。但您在当时是得到了认可，我得到了极致的认可，极大的满足，你知道吗？是吧？这种极度的认可就在于是啊，你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你，你特别喜欢的人，到后来在婚姻前，我终于确认了他特别喜欢我。哇哦！哎呦，就这种感觉，就是说，我跟你讲啊，说人生中间有一种幸福，是你跟你的初恋情人结婚了，然后我们还一路走到了今天，是吧？那您后来的话，比如说跟你爱人的相处的话，您会很依赖他吗？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比如在您就是心理状态那么崩溃的时候，您那会儿给他打电话求救，对。您在这么至关重要的时候，而且我在看您的书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您在种种可能很艰难的时候，都是他的一句话或者您的一个电话在向他求救。他是您在精神上的依靠吗？我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以前还真没有朋友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现在我琢磨一下，我在想，是，就是我在精神上的话，以前是我的母亲。就我母亲走了之后的话，其实现在是我的爱人无意中接过了这个角色。就您生命中的女性对您很重要。对，我们生命中的女性，就是对，就是这样，他们就是我的依靠。这个我看您这个书里面写的，当时有一个统计数据啊，你们说2020年青少年，我们国家这个青少年抑郁检出率24.6%，将近4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孩子不快乐。对，我还不理解，这小学阶段是1成，就是10个小学生有一个不快乐。我的天，这不快乐！您的童年那么的辛苦，都能就是这个自卑当中也能走出来。我不知道自卑是不是有这种动力啊？但他们。为什么肯定物质条件应该比您那时候好？为什么这么不快乐呢？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呢。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真的比我们那代人难。现在的青年人，都比我们那一代难。我们那一代其实你看，哪怕我们的人生起点很低，但是我仍然是最充分的享受了这个时代红利的那一代人的代表。就那个时代的红利被我们完完全全享受到了。你说嘛，我71年出生，刚上小学的时候，文革结束；刚上中学的时候，我的天哪，那个80年代，那个美好的80年代诗与歌的年代，是吗？然后我们88年上大学，92年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92年初，我的天哪，全中国所有的报纸的头版都是叫东方风来满眼春，我天哪，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就是各种就是。虽然那个时候乡村也还有些凋敝，城市整个的基础设施都差的跟现在根本就完全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你会感觉到那个时代欣欣向荣，这个社会充满了机会，就是时代遍地是机会。哎呀，就更不用说加入WTO 之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之后的话，我的天呐，诞生了多少的人间奇迹啊！但是说是那个时候我们整体的状态是 developing， 现在基本上说实话，我们要客观的说是 developed， 我们已经发展起来了。您说您那个年代似乎是一个
允许浪漫的时代，这个浪漫首先得慢，快就明白了，是不是？它快就不行。但是您发现很好，对，发现很好。您这刚才说的这个事儿还不光是中国呀，就是说很多大学生，我们不是您好像有一次也讲过这个词儿，叫失向人群，就失去方向。对，很好的教育，对吧？大家很好的这个家庭环境，但是人生的方向总是不能看到那个远的那个东西。对。这不光是在中国，我那次看到一个就是常春藤，就是那个学校那些精英也是这样。是的。有一个这个校长他就说嘛，他很多这些孩子他们都是名校毕业，家里条件都很好，可是呢他会觉得他们能解决一些近处的事儿，他很聪明，他能去解决，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事儿，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就人生整个。大家都觉得我这个方向动力在哪儿？不知道。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参照，就是比如您儿子，对，他是年轻人，他是90几的吗？他96年底。96年底的。那对照他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的情况，然后您也有相应的数据，因为您是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对。就是您觉得他和现在您观察到的大部分年轻人的不同在于哪儿？还且不用说您的那个时代和现在年轻人的时代。您这问到一个好问题。这个确实，我觉得好，这就是我比较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儿子是一个完整的人。完整这个词我怎么讲？就是当然他现在因为还没工作，他还在读博士，我其实也不指望他将来功成名就，不指望他将来声名显赫，但是我仍然就是现在我都能够做出这样的结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是怎么讲呢？就是他身上虽然也有很多毛病，但是他的价值观很正。我们在一起做这样一个公益项目，做读书带我去山湾边的海这个公益项目，这个中间是我的儿子给我提炼的，就说我们要做这个新时代的这个公益慈善的这个教育，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你看他提出的这9个字儿，我都觉得这9个字儿其实为什么他会提炼出来？因为他就是这9个字儿：会思考、有关怀、爱自由，就这9个字儿。我儿子符合这9个字儿。那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您对现在年轻人的观察。比如说抑郁症和焦虑症、受想情感障碍这些症状的话，发病率其实是很高，就这个数字要比以前要多出很多，高很多。所以，那您在说出这9个字的时候，您会觉得相应的就是他们其实会缺少某一方面吗？对，好，所以你看，我说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这节目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可以如果借你们这个平台把这个教育理念传播出去，我倒觉得很好。我先说的会思考其实是。这个中间是它的深层的含义是，你能够有一双能够看世界的眼睛。这要求高不高了？这要求不高，你不一定要出国你才能看世界，但是你的胸中要有，你不要就是坐在井底来感慨，就是你不要被那种就是他家其实是在美国，但是他在国内赚爱国钱的那样的。所迷惑、所引领，这就是会思考。所以我觉得是最基本的会思考，是吧？我就说，那么有关怀就特别重要。你除了你自己的学业成绩，你自己的未来的家庭、你的房子、票子、车子，然后你的升迁、你的提拔，然后你的创业，你除了这些以外的话，你在内心里面。你对这个社会的弱者，至少是比你更弱的人，你多弱你都会有比你更弱的人的，其实真的是这样。我这句话并不矫情，还有感知，能看见别人，就这叫有关怀。其实我对你并没有要求，必须是辞职，像我们这样的全职做公益，然后你必须背着包去山村去支教，我必须在癌症患者里面去陪床，那我那才叫做公益。不是的，其实。这个有关怀，那其实是对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间的，这是一个维度，我觉得要有。那前提是他要看到别人。那再往前提的话，就是说他如果能看到别人，首先他自己心里要有爱，就他是一个有爱的
这个成长经历，会是这样吗？是这样。所以你看，你刚才你说的一个很关键的词，其实按照我们近代西方心理学的鼻祖之一吧，弗洛伊德的话在说，其实，爱与工作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明白吗？就说为什么我是强调这个有关怀会很重要，是吧？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爱自由是什么意思？对，爱自由，自由是一个好词，自由是一个极其美好的词汇，这个我们要非常大声的把它说出来啊！爱自由，就是我不接受被动的捆绑，一切被动的捆绑。我都不接受，就是我是我自己。为什么我说还不是说是这个自由，不是要爱自由？你比方说，我2018年、19年都是把贵州山村的孩子带到深圳的大海边来看大海。20年特殊困难来了之后，所有的孩子都不准异地流动了，所以这个项目我又不想停，那我去。我带着科学家，带着教授，带着音乐家，带着画家，带着志愿者，把大海的信息打包带到山村去，跟孩子们一块夏令营。结果就有一个孩子刚参加完头天下午的我们的开营仪式，晚上我们正在搞活动的时候，那个孩子就眼神就无光啊，然后就来跟我说：“陈老师，我要回去了，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爸爸已经找过来了。因为我爸爸呢在乡镇上面这打工，妈妈也在这个集镇上面帮别人做饭打工，然后家里面爷爷身体不是蛮好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小弟弟，9岁的小弟弟，我要回去给他做饭，去照顾他。就这个女孩，我就只问了她一句，我说你想留下来吗？他没有说话，他使劲这么点头，那个眼泪就使劲往那一直跑，使劲点头。老师教过我。好，当我去了，当地的副县长来看我，就是来这，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那个副县长。我知道我说服不了那个父亲，我交给那个副县长，我说你去，就这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他是哪个乡镇哪个村的？他爸爸叫什么名字？你帮我说服他，允许他的女儿来参加完我们的夏令营。副县长马上就解决了。我其实在想说这样一个事情的话，就是说，我说爱自由，我们这个自由，我们可以把它具象化一点。这个女孩她也可以。他也没有顶撞他的父亲，他也没有得罪他的父亲。虽然他也那个时候他被迫的服从，在他的命运体系里面，他好像只能服从，是吧？但是他在决定跟着他的父亲回去之前，他可以从那个门口把东西收了之后就回去了。他决定硬是要等着我们散场之后，要来单独的在我旁边来找我，跟陈老师告别。他就是来找我求救的。他就是找我来求助的，而且他也知道我能帮他，而且他很敏感地感觉到只有我能帮他。我就这么说吧，就是这种什么叫自由我觉得我们任何一个孩子，我们在人生成长过程中间，你们会有无数的束缚，但是你不要爱那个束缚，就你不要轻易的接受，甚至接受到你爱那个束缚了就不对了。可是这个需要极大的觉知和观察呀。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者，我觉得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教育者，特别是我们做公益慈善的这个角度的话，那我们还需要去给孩子们讲公式吗？跟孩子们讲记忆、讲背诵吗？那因为在学校教育体系里面能够学到的这样一些东西的话，那我觉得就像您说到一个词叫觉知。你是觉得他天生那么小的孩子，他其实有，只是让你把他其实有，要把他给引出来。你需要引出来，你需要去点亮它。所以我其实想怎么说呢？他这个是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把每一个孩子心中他都有的那个火苗，你跟他上油，你跟他拨那个心，然后让他慢慢的燃得更旺，最后让他能够熊熊燃烧。你看，如果这个能帮他加柴的话，这就是教育。所以我其实非常喜欢席慕容的有一句诗，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吧，在风沙的路上，要护住心中那一点燃烧着的盼望，要护住心中那一点燃烧着的盼望。你有没有意识到，现在这么多青年人啊，他会陷入精神的困惑，这些青少年就是他那一点，每个人其实都有燃烧着的盼望的，但是他需要被呵护。其实我愿意跟青少年朋友们分享的话，你们眼前的陈老师，你们50多岁的陈老师，我胸中的那团火就没灭过，而且现在它处于熊熊燃烧的状态，我要让你们看到。所以您真是有办法。我听到这儿，我就觉得真的，您就是一个天选之人。我们说，就是说，您又了解民间的疾苦、民间的需求，您在政府部门工作，你又知道怎么跟各个机构去打交道，甚至就是可以说，您的这个您的人生故事啊，我就说特别符合我们传统的这种道德观也好、价值观也好。您看，孝、廉、忠。对家庭，对您的工作，对吧？忠诚、义，做公益，对吧？就所有这些我们觉得很美好的价值观，您这儿都体现了。就是您的粉丝，我听说有这说法，粘性很强。您的阅捐人里头又有，就是送外卖的小哥啊等等，大家都愿意帮，是因为信任您，对吧？只是信任您，不一定他对这个机构不一定有很多了解，信任您。就是说我们。其实都知道，一个理想的状态不应该是信任一个个体，应该是信任整个的这么一个机构或者是制度的设计。对，我其实现在特别希望啊，慢慢的就是把这个就是我的朋友啊对我的信任，慢慢转化为对我创立的机构的信任和我从事的事业的信任。我现在特别希望能够完成这样的这个引导。说实话，您这个说的这个确实是这样的。我的阅捐人的画像在后台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关键词那其实就是陈老师，是吧？就是冲着我来的。那么我就在想，我通过公益传播，我要把我的理念，把我的方法论，让公众都知道，就说啊，陈新甲来做公益不是道德叙事。他并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去自我感动，而是他是在真实的这样需求面前，有科学的设计，有到位的执行，有规范的管理，有透明的财务，然后还有独立的第三方的监督和评估。那么我通过我的公众传播，我要让大家知道一个真正的好的公益慈善项目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公益慈善人的天职，他应该是做专业的公益慈善，而不是去感动社会，通过苦难叙事去感动社会，甚至绑架社会，不能这样。所以，专业的公益慈善人要做的是，能够提升这个社会的综合效率的人，要能够明显提升这个社会综合效率的人。救苦救难，你救一个两个，但是对个体来说很好，很好。但我说是职业的公益慈善组织如果你只救苦救难的话，那你是救不过来的，而且你也救不平衡。那我很好奇，通过您这样的努力，比如说您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话，您刚才说的关于后台捐赠人的那个画像的关键词，之前说是陈老师，对，那现在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有变化，所以我这就是比较欣喜的，我就是要这么，想说跟大家分享这个，我就是要看到我们整个中国公益事业的希望，就是我这看到就有变化。好，所以你比方说我们的项目关键词会出来，会在这个中间很多的我们众多的，因为我们已经有将近4万名月捐人，就每月捐10块钱、20块钱这么给我们捐的。其实最高也就是500。这个月捐人这个设计特别的美好，哪怕你是亿万富翁，你只能捐500块钱，因为多了你捐不进去。就是它这就这么设计的。它其实这不是筹钱的，是筹人的，是筹的跟你同心同向这么一路走的这样的人的。所以他们后面朝这个数据就很大了。跟你的反馈留言，这中间会看到这个大数据。其实有几个月会看到陈老师都不是第1，甚至不是第2了。
就是当然我始终还是在前面的，就是那个最后那个关键词，你比方说我们这一个月我们在密集的为星火宝贝，为那些英雄的孩子们做这样的话，你比方说薪火相传，星火，比方说英雄，这个关键词会大幅度的往上去，就是这样。我之前问过另外一个就是做公益的朋友啊，他就说，其实怎么说呢，做这件事情最难的还是说，大家还是喜欢听故事，大家喜欢调动情感，对，而不是这件事情，比如说，哎呀，他从社会层面上能够怎么样，大家不喜欢听理论，喜欢情感。对，您刚才说那几个词，其实也是会击中某一些情感的。对，很有意思。今天听您说这些故事啊，我觉得它里头有很多特别辩证、特别综合的那种感受。我们怀着一颗，您这你可以称它为赤子之心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你穿越的时候肯定会碰到很多灰色地带。对。但这个里面也要可能也要增长智慧。像您就是我发现，比如说您做公益，他也不是傻做，就是他会知道找一个试点，这个范围一开始不能太大，还要找准了这个地方可能是我可以去发展它，甚至我跟这里的官员可能还有些交情，他们愿意做。还必须，你看我的任何一个项目都跟政府合作，你看这是我的不同之处，我任何一个项目都跟政府合作，都跟地方政府合作。这是您之前的一个这个路径经验，对吗？不是，这是我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感知，我的项目的原初的底层逻辑就是这样。因为为什么呢？我要跟政府做融合式互补，我要呢做公益慈善，不是去跟政府抢风头的，不是一个在政府这个就是顾及不到的地方去刷存在感的，不是这样的。我要做融合式互补。首先，我最基本的这个最底线的要求是，我要去汇报，我要去告知，然后得到他们的允许我在地方做，这是最底线的。但是我所有的项目都突破到底线以上，那么底线以上就是什么呢？我们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希望跟他们合作。我每一个项目都做到了这一步。这个不就是您之前的职业经验给您职业经验给我带来的优势是，但我并不是因为我以前我做过官，所以呢我好像我就必须要这么做，而是我知道我应该这么做。因为在中国的话，我就说，政府是为我们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大家长，那确实我们就是靠着政府的所以这个公益慈善，你切记，我觉得切记，我也看到过一些公益慈善曾经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他也很有能量，他也很有愿景，也是特别理想主义的人，他做的也不错，但后来为什么在走下坡路其实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可能是有意的，我要说可能有少数是有意的，但可能多数是无意的。他会在靠近去帮助那些弱势群体的时候，他为了突出自己的存在感，有意无意的把这些穷人的苦难、弱势者的苦难说成是政府不作为。你看你们都这么苦了，这么难了，你看政府不管，他也不说政府不管，他说没人管你，我来管你，是吧？就是，但是他事实上他背后他是在内涵政府，这样就不好。但是这个有的可能多数是无意的，但是无意的也不对，是吧？就是说这个社会难题，它形成，比方说因病致贫这么大的这样一个社会问题，那它是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光靠政府的力量，政府是拼尽了全力的，但是光靠政府不行。所以这个时候民间力量其实是非常珍贵的，是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层面非常珍贵的力量可以补充进来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进来的话，那你就要帮忙，你就要不添乱，那就要做融合式互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您可以理解，你可能说那是因为你当过官所以你知道要这么做吗？还真的不仅仅是这样，而是我穿透了一层，我在底层逻辑上面，我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事情。我从最开始的投身公益事业的时候，我是谋定而后动，我想得很清楚，我是把我要从事的这个事业的底层逻辑，我分析得很清楚，
我才出发的。如果公益事业做了一段时间，做的这个根基打得非常好了，也达到了您的一些这个预期了，再往后走，人生下半场再往下走，还会回官场吗？你以为是官场是菜园子门嘛？你想回就回，那你不是这个您这个问这个问题很可爱啊，因为那你的确是在国外待得多，这一个不，但是开玩笑了，就是这个问题不是自己能决定的啊，但是我自己能决定的是，就是你说如果我的公益事业真的做得很好，那我为什么要回去？那我就不是一样的在为人民服务吗？我在非常高效的跟政府做融合式的互补的去为人民服务，那我以这样一个身份，这样一个角度是多么的珍贵。所以官场不缺陈新甲这样一个好官，但是可能慈善领域缺陈新甲这么一个，我目前还有非常创新的勇气，不怕失败的精神往前走的人呐。那既然说到人都有欲望，您的欲望是什么？哎，这个问题好尖锐。是的，我好好想一想。你真的是啊，确实是我应该是有欲望的。我不可能没有欲望，不欲望就没欲望不就死人了吗？就是，但我在目前没有想到更好的一个答案之前，我还是愿意跟您说，其实还是按照这个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我有那个第5阶的需求。就是人生实现的需求，顶尖上的那个需求，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个世间走一趟？这个需求是在您满足了这个下边阶层所有的东西之后才有的，还是说这个是很早就有了？它其实是这样，可能很早，如果说很早就有，我觉得就不现实。我其实是在走着走着，在人生这个旅途上面，慢慢的，我发现。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怎么理解？就是我的人生起点那么低，我生活中得到的馈赠，每一步都比我自己想要的要好啊！你看，你比方说，你看我从小我在山村长大，我哪想到我还能上大学啊，是吧？我上了大学，我能想到我能喜欢一个城里的姑娘啊，而且。后来我还真的跟他恋爱结婚了，我们有了孩子之后，说实话，那个孩子我觉得，哎呀，健健康康就好。我没想到，我的天哪，这真的是，我这会儿就不谦虚，我的孩子的确比较优秀，我真是啊，我作为一个父亲，请大家理解一下，我一个父亲的一个骄傲，一个骄傲，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好，我哪儿想到啊？就说我的生命中间，如果我当然也有很多伤痛不完美，比方说我的母亲离世太早，但是天下有很多人没有母亲的，是吧？我们服务的传心计划里面的宝贝，90%是爸爸牺牲的，10%是妈妈牺牲的，是吧？那我就要做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呢。可是跟您有类似经历的人可能很多很多，但他们最后满足的那个塔尖上的那个东西可能不太一样。我觉得其实可能。我们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人的，就是走着走着啊，我觉得应该把我个体的人生的幸运，我能够赋能到当年曾经和我一样的人。然后您现在成为照亮他们的光。对，我就是这么说，我其实就这样。所以我说，你说如果有欲望的话，那么我就说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那我想，我过往人生的幸运，其实让我前4阶慢慢走到一定的程度时候，其实我都已经实现了。看到您这本书里，就是在下降的转弯处里有一句话，就是坚信对弱势者的悲悯是人活着的意义之一。其实是说的这句话吗？是的，对，可以，对，其实就是这句话，这种召唤。您说的这些词儿都会让我想起您是不是它有一种，就说到一种信仰，它甚至不是一种具体的主义也好，什么也好，或者就说您终极的这种，您的这种人生观，或者价值观，有一些高于世俗的东西。对，比如说有什么样的字或者句子来形容吗？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我终极的人生的状态，
我就是如果说那个我的人生中间那个终于要闪耀着的终点，那就是自在喜悦，就是很喜悦。这是受您母亲影响吗？啊，对对，受我母亲影响，我觉得真的是我的母亲影响。所以我其实你知道吗？我跟我的母亲，我跟我的命运达成的和解，就是我接受我的妈妈不在，我接受，我就达成我跟这个命运达成最重要的一个和解，就是我想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他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是他培养长大的呀，那我和他一样那么活着，那他不就还活着？我必须很坦白地告诉您，您这句话治愈了我，因为我也是失去了我的母亲，然后这句话就一下子把我治愈了。好，哎，好，你还有什么好奇？我就好奇，就是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006年您母亲离开的是吗？是的。就将近20年了，您这个心里这个痛还没有愈合。哎呀，就是时间不是能治愈一切的，是吗？不能，时间不能治愈一切。就比如，母亲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对。你比方说，我几乎是任何场合，你看，我不能提到我的母亲。但是其实我又愿意提他的，我觉得你们并没有伤到我，你们提到母亲，其实我很温暖。有时候眼泪并不代表悲痛啊，就是悲痛其实已经过去了。就是悲痛已经过去了，失去母亲的悲痛已经过去了，快20年了，是吧？就是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这么矫情，是吧？不是这样，就人生中间的有一些遗憾，永远无法弥补。当时你知道那个永远有多远的时候，你就很难过，你永远没有办法弥补。就是，所以我能理解是意识到我们的渺小吗？对。其实，你说时间是一个多么宏大的力量，多么伟大的力量，时间都不行啊，时间都不行。我能够跟你们剧透一下我的下一本书的这个中间有一个核心的要点吗？为什么我要把它写出来？为什么我那么难过？就是我的母亲这一生过得不好，因为就是我的母亲过得不好，她一生都过得不好。他这个不好里头有您现在所做的公益事业中的某一些内容吗？有吧，只能说可能有吧。所以您在用公益事业的这一部分的东西，是不是也能够？对，可能有情感的地方，可能有情感的。我希望也可能填补，也可能补偿吧。就是，哎呀，这个我已经写完了7万字的上篇，就是走出下湾村。那个主角就是我的母亲。现在目前只有一个人看过了，就是我的儿子。看完之后呢，我儿子我先跟你说泪点是极高的一个人。然后我就想，我说你给我反馈一下啊，你看过之后的修改意见。我的儿子就开始流泪，然后从抽泣最后到嚎啕大哭。我的儿子哭了1个半小时，哭了整整1个半小时。我儿子只说一句话，他就说：“他爸爸，我要挣钱，我们家职业做公益的1个人就行了，啊，就你来做，我们支持你做，我要挣钱。我挣钱的，我的终极的目的。”是将来有一天，我能够以奶奶的名字去做一个基金会，
所以您说的过得不好是贫穷带来的，就是不仅仅是贫穷，对，就这个中间就永远没有办法。我觉得这个中间一切的，就人生中间一切的完美，我一切的成就，都不能补偿我的失去，明白吗？所以我这么跟你说。就是说，丽晶啊，我希望我也相信你能懂。就是说，当我在医院那些场合的时候，为什么我不难受？为什么我反而会被赋能？我反而会被安慰？就是我看到的那些母亲，我会想到我的母亲。这个中间有一个移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吗？有可能吧。就那一切的痛，您其实经历过。对。我刚才可能吧。我看到您的这个在叙述的时候，我脑子里的一个想法就是，贫穷带给人的这种痛啊，不是可能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的，就是它造成的就是，刚才您又提这个文明啊，但我觉得它可能带来有一种生活是野蛮的。这个里头的那种痛苦，那种伤痛，其他人不知道，其他人不知道，特别是说起来还是家里的事儿，还是家族的事儿。对，我不知道，还是村庄的事儿。我不知道具体的事儿，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对，可能是贫穷其实很不美好。所以您可能看到的所有的人里面，包括您看到就这个刘世立大哥的时候，你一眼当中你能辨认到他，因为他身上有你经历过的苦。那种痛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人之间是有一种相互辨认，你可能会知道。那种痛苦其实它是有味道的，它能够让相似的人彼此闻到那种味道，去感受到。其实有时候甚至不需要语言，不需要说话，当你出现啊，我就知道啊，你来了，就是那种感觉。哎，不好意思，我觉得有点没有，我们觉得特别的。其实这样的谈话，我们也会觉得被滋养。对，谢谢丽晶，就说我谢谢。这没有任何不好意思，觉得就是人的情感，我觉得这个里头是真诚的东西。我觉得真诚是特别宝贵的。就是谢谢。我最后想跟您分享，我当时一口气读完您这本书，我在这个后头我自己写了2句话，就是我读完之后的我的感受。但是我现在要修正一下，我当时的感受叫不要高估钱的力量，不要低估人的力量。可是我今天听完，我知道现实也很残酷，钱的力量、物质的力量也很重要，但终究这一切取决于人的力量。对。谢谢你，特别感谢。谢谢，特别感谢。谢谢一军老师，谢谢丽晶，谢谢丽晶，谢谢。朋友们好，我是陈行甲。今天录这个视频，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喜悦。就在上个月，恒辉连续第2届以高分获得了5A 级社会组织的评定，这是民政部门主导的权威评价体系，也是对一个公益组织规范化建设、内部治理水平的最高褒奖。说实话，拿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心里最想感谢的是恒辉那群年轻的小伙伴们。这些年是他们不分昼夜地奔波在项目一线，是他们把全心投入到了服务对象身上。看着这些年轻伙伴迅速成长，他们专业、纯粹、充满活力，我意识到是时候把接力棒交到他们手中了。所以在这里我做一个决定，我将正式启动交接程序。在完成有序的交棒过渡之后，我将不再从恒辉公益基金会领取薪水。只有当社会能够接纳并支持优秀的人才投身公益慈善，我们的公益事业才能更加规范、更加专业，才能真正成体系的、有效的去支持需要帮助的脆弱群体。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公益慈善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为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见。